减肥减不下来，可能是长子宫肌瘤了。宫颈糜烂跟性生活糜烂有没有关系？一个妇科 B 超150块钱，它能让你把妇科这一套看得很明白。我是6层楼，原来是一个北京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医生，现在是在做女性健康的科普工作。比较大的感受，无论外界是在怎么变化，大家咨询的问题仍然是这些。有时候我们在临床遇到有一些20来岁的年轻女孩，一听说是宫颈糜烂就很害怕，就觉得自己这才年纪轻轻，怎么就背上了这样肮脏的疾病，被一托骗到其他那种小医院、小诊所开各种药。实际上，宫颈糜烂不是病，根本不需要治疗，不用管它。从08年的妇产科学的教科书当中已经把这词废除掉了。为什么宫颈上看上去有一些糜烂面？这个是宫颈柱状上皮的异位，就像我们的嘴唇。外边皮肤跟这个嘴唇是不一样的，只不过它翻出来了。柱状上皮它会随着我们的激素水平向外移动，看上去就很像是糜烂的样子。那么宫颈炎症是什么呢？细菌、微生物的刺激所产生的一个炎症反应，包括同房过程当中带入一些炎症，包括我们使用安全套，它会有一些刺激、摩擦等等。然后呢，宫颈癌是什么呢？宫颈癌是由宫颈病变一步一步发展到宫颈癌。那宫颈病变呢，是跟 HPV 感染相关，它是完全的孤立于前面的2条通路的第3条通路。HPV 其实它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的一个缩写，简单来讲就是病毒。就是感染之后没有什么症状，但是它对于宫颈上的细胞就是反复刺激，产生变异。持续发展导致宫颈癌。2045年到47年是有可能宫颈癌被消除，因为有了疫苗的产生嘛。你打的是几价，就代表你预防了几种。16跟18这2个型别是最主要的，70%、80%的这个宫颈癌都跟这2个型别相关。让这个适龄的女童开始接种 HPV 疫苗，从他们这一代就避免了宫颈癌的发生。另外就是打疫苗，不是说有性生活之后就不建议打了。我只感染过1个，那我打9价疫苗，我还能保护剩下的8个。世界卫生组织也是鼓励男性去打，通过性接触它就可能是一个病毒的搬运工。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复杂性的一个阴道炎，姑娘跟这个同事喝酒过程当中又去卫生间去换了一个棉条，但是酒醒之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。然后呢又有同房过程当中的这个安全套破裂，有一些碎片留在里头。别看它只是个炎症，也会变得非常非常严重，反反复复治疗，因为它跟感冒一样，根治是不太可能。我们推荐的治疗方案，按时用药，每天清水擦洗外阴，保持干燥清洁，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，内裤清洁有没有做到位。女孩这块或者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清洁过度，比如说她要冲洗阴道，每天使用那些洗液、坐浴等等，这些都是不推荐的。很多女性这一生都有可能长出子宫肌瘤，有单发有多发，有个头大的有个头小的。最常见的妇科的良性肿瘤，一个小女孩她就减肥嘛，发现这个胳膊呀腿呀都瘦下来了，但是肚子减不下来，她就到医院来看，肚子里长了个肌瘤，10几公分大。做完手术之后出来第一句说：“哟，我终于瘦了，是吧？”一般是通过 B 超就能检查出来，一个肌瘤小小的长在子宫上你都感觉不到。这种情况通常是不处理的。如果是影响生活质量了，它有可能压迫到膀胱，引起尿频尿急，包括有一些临床症状，非经期出血、子宫异常出血等等，这就需要治疗了。科普背后透露的问题是，人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保护自己、表达自己，以及双方如何面对共同的这个问题。有人问的私信就是说，伴侣想要发生性关系，说如果长时间不同房就憋坏了，你能憋坏什么呀？双方如果性需求不匹配，那我是不是要坦诚地告诉你，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不用我必须得牺牲自己？处女膜修复，北京很多3甲医院是不做这种手术的，完全没有手术指征的情况下，为什么要让患者甚至都不叫患者去承担这个风险呢？做完之后会形成瘢痕，可能越长越小，甚至连月经排出都困难。很多女性她就是在那种一个大的结构性的一个错误当中无力反抗，就只能顺着那个漩涡去做。
我过去接触过很多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的患者，我们都会跟患者讲，这个很痛苦，手术也比较复杂。也有人说不行，我得有一个阴道，医生没有办法替患者做决定，那我协助你去做这件事儿，尽可能降低伤害。当你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，不建议你在网上去咨询，因为网上的科普并不能取代实体医疗。建议每年去检查的时候，一个乳腺 B 超，一个妇科 B 超，然后检查 HPV 和 TCT， 关于宫颈健康的，打疫苗，越早打上越好，打哪个都行。至于人生的选择，无论是结婚也好，要不要同房，要不要生育等等这些，我都建议大家记住一句话，就是你是你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当这些选择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首先来讲，这个选择会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？这个伤害是不是你自己能承担的？这都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。